这一天我感觉很奇怪，就超级困。其实昨天晚上10点就睡着了，但今天早上还是觉得很困，所以一吃完早饭就又接着睡。可惜今天还有很重要的工作在等着我，所以特意设了闹铃，但完全没用。快12点了，我还是睁不开眼睛。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想到，好像我好久没来大姨妈了，于是瞬间清醒，赶紧起床。我好像看到了一条线，第二条也出来了。哇塞，真的是2条线，这真的假的？不太可能吧？我也换了一个牌子的，大家跟我一起看。哇，这个怎么这么慢啊？好紧张啊！这也太慢了吧！天哪，怎么那么慢？Pregnant。哦，别说，现在是 pregnant。哦，真的怀孕了。我又换了一个。我从手指缝里能看见，是加号。真的怀孕了。Pregnant， 我竟然怀孕了。自从做视频以来，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熬夜特别的多。最近这1周基本上每天晚上都1、2点睡的吧，然后压力也很大，整个身体也处于比较疲劳的状态，再加上这个年龄，我觉得我一度认为我自己是不具备怀孕的这个功能了。首先呢，我是非常喜欢小孩子的，所以我肯定是高兴的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忙，所以我跟我先生之前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再要一个小孩的问题啊，我们都觉得说是太忙了，精力不够，所以也一直有在注意避孕。但是我没想到就这样了呢，就 pregnant 但是我现在超级担心，因为我没有备孕，也没有好好睡觉，我没有吃叶酸，而且在过去1年吧，我一直在用那个 A 醇护肤，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就1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要怀孕的话，是不能用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一直在用，都1年了都。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我现在就特别担心宝宝的健康问题。大家知道吗？我昨天还在特别的斗志盎然的在筹备我今年要拍的这些健身视频的规划。这个月这一周拍什么？就是说之前嘛更新的会比较少，所以想说今年好不容易七七和小鱼都大一些了嘛，然后有时间了来好好的做一下这个事情。结果就还有昨天，大家知道昨天下午我在干什么吗？我昨天下午在申请学校。就我当年来美国呢，就是读 PhD 来的，然后现在在做视频的过程中呢，我又感觉到我想再重新回到校园学一个营养学方面的 PhD， 也就是博士，是想着说给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内容。所以我昨天晚上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在做这个事情，就没有跟大家说。其实导师都已经联系好了，然后就是在准备一个最后的材料的全部上交嘛。结果今天就跟我说怀孕了，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上学又要往后拖了，起码3年吧。然后我现在心里也很慌乱，很紧张，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
因为已经有2个小孩子了嘛，然后又加上工作、拍视频啊这一些，然后还有我筹划的学习这些内容，这是一个。然后我现在还非常紧张害怕，因为我是健身博主嘛，所以我现在就在开始担心怀孕之后会胖很多，身材变形很严重，然后生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恢复，特别的焦虑啊，紧张。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很难看啊，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我现在平复一下心情，然后跟我家先生去说一下这个事情。他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人，把这种又哭又笑的不太正常的画面发布出来给大家分享，真的挺不好意思的哈。但是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真实感受，因为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是同样的处境，就是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在拼事业，然后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我们想要事业，同时呢又爱孩子，想要兼顾家庭，那怎样来平衡事业和家庭呢？对于我们而言真的是特别难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生育成本真的挺高的，而且我觉得女生在怀孕、生产，包括养育小孩子这个过程中啊，都非常需要一位很给力的队友。我跟我们家队友说了怀孕的事情，他非常高兴，虽然说是意外来的吧，但他觉得这个意外来的挺好的，也挺是时候的。他一直在跟我讲说，我们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孩子来了，作为爸爸妈妈就要做好准备来迎接他的到来。与其说你在焦虑、担忧一些可能不发生的事情，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当下的事情。他也有说，除了怀孕和生产不能替我外，那娃出生之后呢，他会承担带娃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尽量来分担一些再生一个小孩对我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吧。因为我们家七七和小鱼他确实是带了很多，所以我相信他应该可以。然后同时呢，他也有在更加努力的工作，就是争取给孩子、给我们一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我的话呢，因为是孕期，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休息啊，身体健康，所以工作上可能要暂时放慢一点点。我也想趁着这段时间去多学点东西。我前面不是说担心我怀孕会让身材变胖，产后身材走样吗？虽然说我自己已经有过了，就是在生完2胎以后成功瘦身30多斤的经验了，但是每次怀孕都是不同的嘛，而且我现在的年龄相较那个时候是更大了，谁也不知道这次怀孕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现在呢，我已经开始了孕产教练证书的学习，想用学到的系统的专业知识来给自己的怀孕、生产和产后的康复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也会好好记录整个过程，会把这些经过我验证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来帮助和我一样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们。那原本呢，作为我视频主要内容的运动跟练视频呢，还是会继续更新的，可能会少一点，但视频质量呢还是依旧保证大家练了就有效果的。所以从我一直秉承的少而精这点上来讲呢，变化不是很大。总之怀孕这件事呢，肯定会让我现在的生活发生变化，也会对我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也蛮紧张的，但这个影响并不一定是坏的，就要看我怎样来应对这个事情。当然了，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影响就一定是好的，但也不能否认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现在呢，我就坦然接受了它的到来，很开心我的身体又在孕育一个小生命，然后我也会担心它健不健康啊，我的身体能不能留住它呀，也会开始好奇它是一个女生还是男生。那想确认自己是不是有怀孕呢，就需要到医院进行检查要抽血化验，同时呢还要做 B 超来检查是不是在宫内有孕囊。所以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打了电话来约医生。我约的呢是我们这儿特别好的一位医生，而且呢，我女儿和儿子，也就是七七和小鱼呢，都是从怀孕到生整个过程都是由他负责的。所以这次我们的老三呢，我还是想就是让他来做。那他呢就非常忙，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怀孕的话是约到第8周进行第一次产检。然后我刚才打过去问呢，他那边排队需要排到就是我怀孕到13周的时候。哇，那真的是要等好久。不过呢，这位医生真的非常棒，我很信任他。
就是怀孕这个过程，尤其在你生产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突然的意外的情况。我觉得一个能让你信任的医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在跟这个医生咨询了以后呢，说这么晚去做第一次产检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他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自己吃叶酸，开始吃维生素，然后等到13周的时候去做第一次产检是完全 OK 的。所以呢，我们就预约了13周的产检。所以呢，我就自己天天拿验孕棒来验，因为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怀孕的话，健康的怀孕的话，那这个验孕棒上的线条是会逐渐加深的。然后大家看我的这个就是一直没有变化，从20号到28号没什么变化。我也不知道是试纸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所以我决定不再测了，就等着吧，到医生那儿去检查。所以我心里真的就拿不定，到底是怀上了还是没怀上，到底是一个好的胚胎还是会生化的一个胚胎，然后每天就停什么的。不过呢，我是有一些孕期反应的，就是会恶心，然后会非常饿，所以就不停的吃东西，就只有吃东西的时候是舒服的，不吃东西的时候就是恶心，所以就体重长得挺快的。然后呢，再有一个症状就是爆痘，满脸爆痘然后也是这些症状呢，让我自己内心觉得应该是怀孕了吧。不过呢，还是要去等医生检查做 B 超，看你那个孕囊的情况，才能最终的确认。然后我们要等到13周的时候才能去，所以现在就是等着吧。我不是刚在视频里跟大家信誓旦旦的说我要学习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就是说我孕期我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让怀孕不那么大的来影响我的工作我的事业，结果就被现实打脸了。这已经是我躺在床上的第3天了。怀孕之后它这个激素的分泌，激素的变化，让我整个人都是一种完全不在状态，每天就是想睡觉，完了就是不停的恶心，然后需要吃东西，然后吃完东西之后就体重会变胖嘛，然后就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身上多出来的肉肉，就会觉得很焦虑。然后就运动呢，因为是早期嘛，也不敢运动，会怕发生什么意外，一般是要等3个月以后才开始运动嘛，所以身上的肉肉越来越多，然后心里的乌云，就是那些不好的情绪也越来越多，所以就没有什么状态，就是只想躺在床上睡觉。一是困，二来是对于这一种现实的一种逃避吧。我觉得也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现在真的当妈妈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在去医院做第一次产检的路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